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频道。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还是接着上一期节目继续说。在上一期节目里呢，我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有关于蓝可儿事件的前后发生的经过，以及社会上的猜想，还有最近的网飞纪录片《犯罪现场：塞西尔大酒店的失踪事件》的结论，以及这个案件中出现的很多的疑点。同时呢，我也在上一期节目里面为大家说了我的观点，就是我会接受警察和纪录片给出的结论是躁郁症杀害了蓝可儿。那说到这儿呢，肯定很多的朋友会问，这个案件中那么多疑点，明明就是指向他是被谋杀的，或者是灵异事件，你怎么就会认为他是意外身亡呢？不可能。所以不要着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就一一的为大家解开这些谜题。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用半分钟的时间迅速为大家再重新梳理一下蓝可儿事件，帮助大家进入状态。在2013年的1月28日呢，蓝可儿入住了美国洛杉矶塞西尔大酒店。2月1日，蓝可儿被曝失踪。2月19日，蓝可儿在天台的水箱里面被发现。又过了4个月，也就是6月21日的时候，美国洛杉矶警署发布了蓝可儿的尸检报告，认为是意外身亡。很多网友呢提出了这个案件是属于谋杀案或者是灵异事件的一些证据，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针对电梯视频提出了很多质疑。那现在呢我就为大家答疑解惑，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开始。疑点1，蓝可儿是如何进入有门锁的天台而不触碰报警器的？因为想要登上天台呢，那个拥有门锁和报警装置的通道啊，它不是必经之路，还有一条道路就是紧急逃生通道。只不过这条通道呢是在楼梯尽头窗户外面，所以这条路啊就是比较危险，很多人都不会选择那条路去走。蓝可儿事件发生之后呢，世界各地有非常多的探案爱好者就来到了塞西尔大酒店查看，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逃生通道，而且呢还有很多人通过逃生通道爬到了天台上。这里面呢还有一些人把这个经过拍了下来，传到了网上。疑点2，水箱高3米，宽1.73米，四周光滑，周围也没有梯子，蓝可儿无法到达顶端。这个疑点呢，也是很多倾向于这个案件是属于灵异事件的人给出的证据。你们认为这个水箱爬不上去，主要原因是你们找到的照片，它的拍摄角度不够高。我给大家看一下从 Google Map 上截下来的照片，它的角度真的是足够高。你们看，水箱后面呢就是楼梯间，楼梯间的旁边呢有个直梯，屋顶和水箱之间是紧挨着的，高度只有1.2米，所以蓝可儿完全有可能先沿着梯子爬到楼梯间的顶部，再跳到水箱的顶端。水箱盖的盖子是没有上锁的，只有插销，所以蓝可儿完全有能力打开水箱盖。疑点3，发现蓝可儿的时候，水箱盖是关闭的。蓝可儿如果是意外进入水箱，怎么可能自己盖上水箱盖呢？其实这个说法啊，是一位警察在这个事件发生不久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但是很快就有一位负责楼顶水塔和水管清洁工作的说西班牙语的清洁工，他的名字叫做马克，又在媒体面前是这样说的：为了保持用水的卫生呢，所以水箱盖一般都是关着的，以防止鸟类或者是鸟类的粪便进入。但是在事发当天，他发现4个水箱盖全是打开的，但是当时啊，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水箱内会有一个女孩子，所以呢，当时他没有多想，就直接爬上去把水箱盖都给关上了。其实呢，这位清洁工的证词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个案件是谋杀案的可能性非常的小，因为没有哪一个凶手把尸体扔到水箱里面还不盖盖的。疑点4，凶手可以把蓝可儿杀掉或者打晕，再通过楼梯间顶部的路线把它扔到水箱里。在解释这个疑点之前呢，我先用酒店工作人员的话为大家说明一点。虽然说呢，可以通过上面说的那个路线达到水箱顶部，但是呢，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除非说爬行的人身体是足够强壮的。所以呢，很难想象一个正常人啊能够背着蓝可儿爬到水箱上面去，哪怕说这个人是每天健身的正值壮年的男子，也很难做到。所以呢，是蓝可儿自己爬到水箱上面去的这种说法的概率会更大。而且呢，我在这里再给大家一个更专业一点的证据，就是在蓝可儿尸检报告的第4页显示，蓝可儿的肺部充水，呼吸道内呢也有残留的水分，这说明蓝可儿至少掉入水箱的时候，她是有意识的，她不是被杀害的。
而且呢，这个报告上面还显示啊，蓝可儿的左肺含水量是200cc，右肺含水300cc。这个数据显示，蓝可儿在进入水箱里面的时候是正常呼吸，而不是晕厥之后的微弱呼吸。所以说，蓝可儿在进入水箱的时候，他至少是有意识的，可以反抗的。所以说，一个正常人，他带着一个可以反抗的蓝可儿，通过刚才我说的那个路线爬上水箱，这个难度是真的有点太大了。1.5，为什么蓝可儿的衣服被脱掉？关于这个呢，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知道蓝可儿当时的想法，但是对于这个1点，我们可以反过来推，如果这是一起谋杀案，那么蓝可儿的衣服应该是被凶手脱掉的。那他为什么要脱掉蓝可儿的衣服呢？一个女子的衣服被脱掉，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侵犯她。但是呢，蓝可儿的尸检报告又显示，在她生前没有任何被性侵的迹象，所以这一点呢就被否认了。那接下来我想到的就有可能蓝可儿的衣服上呀有暴露凶手的证据，所以呢这个凶手想要毁灭证据。但如果那样的话，他应该把衣服带走或者是烧掉啊，为什么跟蓝可儿的尸体一起扔到了水箱里呢？那证据不是还在那里吗？而且我实在是想不到有什么证据是衣服穿在这个女孩的身上就会被发现，但是脱下来哪怕是在一起就发现不了的。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会脱掉被害人的衣服呢？1.6，电梯视频中蓝可儿的电梯门为何迟迟不关上？关于这一点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答案了。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酒店电梯的按钮。中间一列最下面的按钮是 Door Hold 键，也就是保持开门键。那如果你按了这个键呢，电梯门就会保持打开的状态，大概1分半到2分钟的时间。蓝可儿呢就是误按了这个键，才使得电梯门迟迟不能打开，迟迟不能关闭。然后我把视频停在这一帧，你们再看一下，蓝可儿的手指正好就按在了这个按钮上面，说明蓝可儿就真的是按下了这个键。1.7，为什么蓝可儿一消失，电梯门马上关上了？难道不是未知力量造成的吗？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的简单好回答，因为我每天都在给你们做视频，几乎每天都在做同样的这样的事情，就是把没用的长镜头剪掉。所以为什么蓝可儿一离开电梯，电梯门马上就关上了？很简单呀，因为视频被剪辑了。而且呢，我还看到过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蓝可儿走了之后，电梯门其实并没有马上关闭，而是隔了大概半分钟的时间，电梯门才关闭的。而那一个视频呢，也再一次证明了，其实蓝可儿的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诡异的。1.8，网友发现蓝可儿在 Tumblr 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日志持续更新到13年12月10日，也就是他去世后的10个月。这个难道不是灵异事件吗？关于这个呢 ，Tumblr 的官方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也就是蓝可儿在生前写了足够多的日志，并且设定了定时发布。1.9， 2017年2月23日，李昌钰博士在南开大学说，蓝可儿一定是被谋杀，但是家属愿意继续调查，警方不了了之。不瞒大家说啊，这一点是我相信蓝可儿是意外溺亡的最大的阻碍。因为李昌钰博士真的是在我的心目中具有神级的地位，神级的警探啊，他真的是一语千金，在我的心目中。所以呢，当我发现他曾经说过蓝可儿事件一定是谋杀事件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哦，原来我错了，原来他不是意外身亡。但是怎么说呢，就是通过我找到的资料以及我对那个视频的分析，我确确实实还是认为蓝可儿是精神有问题的面儿会更大一点。但是呢，我所掌握的证据也都是警方给出的证据，在网上发布的证据。而李昌钰博士呢，他是内部人士，他是到过案发现场的，他是拥有专业的一手资料的人，他知道很多警方还没有公开的那些证据，他掌握的那些信息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根本就没法得知的那些信息。所以说他分析案件的那个高度是我们这些吃瓜群众远远达不到的。朋友们，这期视频全部剪辑完成之后，我发现要将近20分钟，太长了，所以我从这里截断，下面的部分分成另外一集，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这里跳进下一集，收看我对蓝可儿电梯视频的逐帧分析。我将帮助大家听见蓝可儿留给我们的无声的呐喊。